100块钱的债平均只能卖7块钱。国内这场持续了10年的消费信贷扩张，正在以一场集体甩卖烂账的方式仓促收尾。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8号。最近金融圈扛不住了。根据2026年上半年的公开数据，24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参与了不良贷款的批量转让，这一数据占当时全国31家持牌机构的近80%，显示出行业加速出清风险的态势。总计大概有500亿坏账，1000万笔贷款违约，这里面有多少是房贷呢？这些坏账怎么处理呢？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请看视频。金融圈又炸了哈！我感觉今年我每次说都是金融圈炸，但是今天炸了真的是很坏，500亿的坏账，1000万笔贷款违约，是1000万笔贷款违约。更扎心的是，这些欠钱不还的人几乎全是中年人。今年上半年，全国24家消费金融公司挂出了122个不良资产包，未偿本息，总共我看了一下是532亿，比去年同期暴涨了70%多。这不是某一家金融机构出了问题，是整个行业同步在甩包袱。我们拆开来一看，逾期超过1年的老账占的是80%，中银销金有些债权逾期超过了8年，回收率不到 5%， 基本上我看就是死账。但另外一头，中原销金有个资产包逾期才101天，3个多月就被扔进了转让的流程，老账没有清完，新账这么快又来了。机构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在追债，目前在我看来一个很大的危险体系就是大家好像那些金融机构在逃命。最扎心的是这些借款人的年纪，我算了一下1000万笔违约贷款加权平均年纪大概是40岁左右，40岁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正是我这个年纪，中间扛着房贷车贷，就是一个家庭最需要稳定的年纪。为什么偏偏是这一群人扛不住了呢？算一笔账就清楚了。央行的调查数据就暴露了这个底牌，有负债的家庭里面超过 76.8% 都是背着房贷的，房贷占整个家庭的债差不多是 76% 吧。那35岁到55岁这个中年人扛的最多的就是房贷的阻力。那有机构做过测算，到2025年就房贷的月供占家庭可支配收入大概是 42.3%， 一线城市高达 59%。这意味着什么呢？每个月的工资到账，一大半还没5日就先划给银行。比如说你到手1万块钱，先干掉你5800，剩下4000块钱要管全家老小的吃喝孩子上学老人看病，3根管子同时抽血，随便拿一根再开支大那么一丢丢，现金流就当场没有了。那孩子生病住几天院，老人做个体检开几种药，或者是自己遇到公司裁员降薪，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觉得可怕的是，超过40%的中年家庭，他的存款是撑不过3个月的，看起来日子还过得去，但是扛风险能力我看了一下几乎为零。看起来完整的承重墙，那实际上我这么一说你就知道，其实早就裂了。最要命的是收入也没那么稳定了，超过70%的企业都或明或暗的，对吧？35岁，你懂的。人过了这个年纪，简历还没到用人部门手里就被筛掉了。你在原来公司干了10几年，以为经验跟资历是你的护城河，结果 HR 人家一看，对吧？这个年纪就把你，一旦失业了，你平均要找半年工作，差不多。重新入职普遍都是打7折薪资，互联网大厂出来直接砍成40%，月供没变，孩子学费没变，老人医药费没变，收入却缩水一大截。这个窟窿除了去借还能怎么填呢？就是我问到最多的出了这种事情的大哥们给我的回应就这样子，怎么填？所以他只能消费贷、信用卡、网贷，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把，没办法，先借一笔把眼前的窟窿填上，下个月发工资再还，但工资根本不够还，只能再借一笔，再填上上个月的，拆东墙补西墙，几张卡来回倒，利息越滚越多，本金纹丝不动。很多中年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一代养代走到了今天的泥潭。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朋友在我的评论区。其实这些坏账的种子10年前就种下了。17年到19年，就是现金贷和助贷平台最疯狂的时候，无数中年人是靠以贷养贷维持资金链的。当时其实大家不觉得危险，是因为房价一直涨嘛，然后借新还旧的游戏一直都能玩下去。现在经济不理想，大多数的房价是失去想象空间了，收入也放缓了，再融资收紧了，滚了10几年的雪球终于还是转不动了。金融机构也开始收紧他的口袋了，以前能借到钱填窟窿，现在借新还旧的路子被堵死了。雪球停下来那一刻就是崩塌的开始。还有一个我发现一个比较可怕的数据，就是马上销金跟小米销金这些平台不良的借款人平均年纪已经降到了32到37岁了。今天40岁的人在扛，10年后就是33岁的人扛，这链条正在往下走，每一代的中年人都在同一条船上排队滑倒。表面上看大家觉得是532亿的坏账，骨子里头是中国家庭杠杆达到了天花板之后集中的爆发。
是中产脆弱性集中暴露的一个警报，而且是深层警报。居民的负债增速30年来首次是负数，杠杆率从 63.5% 降到 59%， 不是大家突然变保守了，我觉得根本就不是，是真的大家借不动，收入没涨，资产缩水，然后债务压力顶着到天上，能借的渠道借遍了，信用卡刷爆了，网贷也到期了，亲戚朋友能开口的都开过了，这个时候除了违约，有朋友来问我还能怎么办？你以为40岁的中年人是存心赖账的吗？年轻人遇到还不上可能会破罐子破摔，但是中年人不一样，他们只会死扛，几张卡来回倒，能撑一天是一天，白天照常上班，晚上回家在家人面前还得装个没事人一样。但这种沉默的硬撑反而让他们错过了自救的窗口，撑到最后一刻再倒下，真心也花了，负债越滚越大，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如果你也扛着房贷养着娃，在几张卡之间来回倒，趁还能腾挪的时候主动找银行谈展期，做债务重组，不要等到真心彻底花了再后悔。承重墙可以裂，但不能让它塌，我们一起想办法把日子越过越好，加油呢。很多人都选择摆烂了，有没有可能这是压垮中国经济最后的一根稻草呢？有的网友说，我3年还了大概40万，现在还有20万还不动了，去年8月份彻底不还了，就这样吧，银行也不起诉我。下面网友回复说，我86万都不还了，天天说起诉我3年了。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在全世界吃苦耐劳算得上是数1数2的了，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要不是实在没有办法，绝大多数人都想的是早点还清贷款。但有的人命运对他开的玩笑太大了，好好一个家庭支离破碎，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一起来听听怎么回事，直接看视频。我要给大家读一份风控文件。2017年，借款人借贷80万，承包50亩山地，种植金桔林，搭建养殖棚舍，预计3年回本。2018年夏季，山洪爆发，林地全部冲毁，棚舍坍塌，直接损失70万，剩余10万用于偿还部分民间借款。2019年初，借款人配偶确诊乳腺癌晚期，接受手术及化疗，费用由借款人以新债支付。2020年，借款人长子19岁，在建筑工地作业时，脚手架坍塌，坠落致胸椎骨折，下肢永久瘫痪，工地包工头失联，未获得任何赔偿。同年，借款人因为银行贷款逾期被起诉，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2021年，借款人次子16岁，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当年冬季，该子投河自尽。借款人配偶病情加重。2022年初，借款人配偶去世。2022年中，借款人突发脑梗，经抢救后左半身活动受限，无法从事体力劳动。长子由其母亲，借款人前妻借走照料，借款人独居。2024年，借款人脑梗复发，住院治疗后因无力支付费用提前出院，后依靠口服药维持。现借款人56岁，每月领取特困供养金450元，费用支出600元，缺口有邻里接济，名下土地因撂荒被村集体收回，负债总额累计超120万，涉及银行、网贷及个人借款，无任何收入来源，无共执行财产，逾期事实确定，还款能力为零。风控经理批复了，建议人道主义债务重组，虽有违约事实，但无违约恶意，且承受远超其还款能力的命运惩罚。人道主义债务重组这个词一旦出现，这个家再无翻身的可能。我都能想象到他46岁的时候意气风发，包了一个林场，准备大显身手。老大高中马上要毕业考大学，老二正准备上高中。短短3年过去，大儿子因为家里面破产而去工地打苦工，摔成了终身残疾，并且没有获得赔偿。二儿子看不到希望，选择自尽。妻子积劳成疾，撒手人寰，现在走到了人生的低谷，马上60岁了，债务积重难还。什么是命运？有的时候悲惨故事主人翁的人生，他像一个鸡蛋破碎了，我怜悯的心想捧起它，可惜蛋黄已经散了，蛋液已经浑浊了，和凡间的尘土混杂在一起，终究要落在最卑微的角落里面。我不愿意，
我真的不愿意。我希望平台不要限流。普通人看到的只是山洪天灾，我是一个贷款中介，我要告诉你，普通人不要借贷做任何创业，因为输不起，随便一个意外可能毁掉一生，存款没有了可以从头再来，如果负债了真的是难以翻身。我也希望银行、网贷平台可以根据负债人真实的处境，对于极度贫困的人能给予更宽容的处理。人的生存权绝对在债务偿还之上。我现在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愿望，想让所有在困境中的负债人上岸，可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我没有能力让别人去还清债务，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金融知识可以有一口饭吃。结合上面的金融坏账，大批的贷款违约，背后是千万个家庭破产，再到第二个故事，真是造化弄人呐！相信这应该也不是个例，只是很多没有被大家知道而已。与之相比，身体健康能继续挣钱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目前经济下滑，金融危机不断逼近，不论是投资创业还是炒股，都要谨慎再谨慎，捂紧钱包。希望大家都能踏踏实实的过好每一天。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